就在最近，美国把矛头指向我国近在咫尺的韩国，要求其踢掉华为。据韩国媒体在7月22日的消息显示，美国白宫方面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·斯特雷尔通过新闻发布会向韩国多家电信巨头 LG、U 家、SK、KT 等喊话，要求这些公司尽快剔除华为设备。在发布会上，这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还多次老调重弹，称华为做出过违背道德伦理的非法行为，会对使用者面临系统性的故障，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等等。实际上，这样的念稿子，美国人从北美说到西欧，从会场说到线下，类似的谈话、表态、喊话已经重复了无数遍。当然，美国当局说谎显然已经驾轻就熟，信手拈来了，而外界对于美国的行为自然也了然于胸，十分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，只是碍于霸权，说说场面话迎合。也因此，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现场，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很直白、很务实的问题：如果韩国几大电信巨头听从美国的要求，美国能给出怎么样的奖励？这番直截了当的反问，就如同一个中央空调，让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估计美国这位副助理国务卿还真没想到过会有人问得这么直接。在支支吾吾半天无言以对后，斯特雷尔只能苦着脸表示没有可提供的财政奖励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听话干事就好，还要什么奖励？损失自己担着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随着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施压活动，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的形势也越发危急。但是好在各国目前还都是处于观望态度，即美国与中国是否会在短期内分出胜负，那么这个结果也会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选择。比如英国来说，有外界认为将排除华为的时间定在2024年，也就是说，哪怕特朗普还能连任，到2024年也将下台，届时英国是否需要排除华为就两说了。而法国也是如此，将时间定在2028年，就更是大打拖字诀，延迟到8年后，中美之间也早就局势明朗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韩国运营商此前选择了华为设备，还是多亏了美国在去年索要日韩巨额军费，迫使日本向韩国施加贸易禁令，直接打击韩国的半导体业务，迫使其就范，这才有了韩国运营商纷纷在2019年投向华为一事。